Hello，大家好，我是皮皮。这节课的话是我们水彩动物系列的第一节课，我们先来一个开胃小菜——水彩咩咩羊。这个课程我会非常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咩咩羊的一个构图以及它的一些非常多的细节地方，以及整个版面的一个打板。所以说，首先第一个开始，先讲构图。那水彩咩咩羊的话，因为我们甲片形状大小不一样，所以说这里的话，我会给大家讲好5个的一个构图。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梯形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好，然后我们在画这个咩咩羊的时候，我们记住是在甲面中间，甲面中间，也就是你要把这个侧边线给它分成3等份。好，侧边线分成一个3等份，这里上去一点点，3等份。然后我们就是画出线条来辅助线在甲片居中的位置，然后它的两边头的话，距离甲侧边缘稍微有一点点距离，好，留一点点距离来方便我们能够画线条的一个小距离。那这2根辅助线。1号、2号、3号、4号4根辅助线，然后中间留出来的这个长方形区域，也就是我们咩咩羊的脑壳的部分。那都知道这个咩咩羊它不是一个纯圆形的不是一个这种圆形的脑袋，它不是，它其实是有一点点扁，像个云朵一样，有一点扁扁的。然后我们在这个中段长方形位置里面去画出它的脑袋。脑袋的话，我们可以先在上方这里画一个 C 弧下方这里画一个C 弧，好，左侧线这里画一个 C 弧，好 C 弧，好 C 弧画好了之后，我们在中间去连上大的小的如果是小的你就这样连上，好，如果是大的你就一次性给它连过来，好，如果这边是小的你就给它这样画一个，那大的就画1个，那小的就画2个，总之就是这样给它围起来。围起来了之后，我们在中段的位置它的脸蛋儿也是在中间，这个正中间给它画一个小椭圆儿，正中间画一个小椭圆儿，那像一个小鸡蛋一样。好，正中间画一个小椭圆。这个小椭圆的话，小椭圆的宽度你可以稍微的考量一下，就是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你外边留的还多不多，大概的话也是一个脸蛋的这个竖向直径稍微的比它的外侧面这个竖向直径大一点点，或者是齐平都没有关系大一点点也可以。好，然后接着在它的这些内侧这里就是它的小羊毛，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先画上下左右，画好了之后，在中间去卡2个小 C 弧或者是1个小 C 弧，给它围起来就可以了。那这是它的一个脸，然后眼睛部分的话，在这个椭圆形中间，好，在这个椭圆形中间，眼睛部分的话，你把它的中间脸型也是这样子去分一个十字架。好，一个十字架分开。对，这里定线条不是让你真的在就是甲片上去画出这个线条，只是为了让你找准它的一个五官轮廓以及形态然后在这个线的中间，好，这条线，那中线到这个边缘1/3处，这儿画它的眼睛。好，这里画它的眼睛。好，然后在这个十字架交汇点下方一点点，画上它的鼻子。好，来看着竖向的椭圆形小眼睛，然后一个横向的粉红色小色块。好，咩咩羊的五官就画好了。然后接下来外轮廓的这个线就是距离我们的后缘甲后缘大概的话是留一点缝隙就可以了。好，跟着线汇集到我们的3、4号线中间来。对，我之所以为什么让你把3、4号线我画出来，就是让你知道咩咩羊的边缘距离我们甲片的这个边缘线，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的。这个距离就是留给我们旁边勾线过来。好，你看一下这个甲片上面。那看侧面是不是留了一点点距离？这个距离是方便我们勾线条，那留了一点点距离好，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把这个边缘线画好了之后，是不是要去照灯，放一些雕花胶啊？雕花胶的话，我们就放在这条线上面。好，大的、小的，这样给它放一排。大的中间大两侧小嘛，中间大两侧小。好，这样给它放一排。然后贴饰品的时候，也是贴在粘钻胶这个位置，你可以超出这个部分，这个是空隙的地方，对。那你看一下甲片上。这个地方是空隙的地方，饰品可以超出这个地方啊，但是呢，也不要太拥挤，指尖的位置和后缘的位置留一点小缝隙，和中间这里绵绵羊身体周围留一圈小缝隙，这一圈小缝隙，饰品可以稍微超出来盖住绵绵羊的身体轮廓，但是呢，不要太多，不要太密集的给它包围起来了。好，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线条构图，大家看一下。然后再依照着刚刚我们讲的这些细节，我们把它放到甲片上来。这里绵绵羊上面的颜色，我画的是一个粉透色啊，一个粉透，是一个半乳状的一个浓度。长指甲我们刷胶的时候，先刷前面一半，然后再从后缘扒拉扒拉，好拉下来，好扒拉扒拉，先把后缘刷上，刷匀，拿下来，好。好，然后再整体的从后缘轻轻的往下刷，整体从后缘轻轻的往下刷，看一下边缘和指尖有没有堆胶。好，没有堆胶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再去照灯。趁大拇指照灯的一个时间，我把其他的底色也给它刷好。这一款的话用到的是一个底色啊，先整甲给它刷上去。好，反向刷一下。甲片上穿戴甲上面可以这样子去操作啊，看一下有没有没刷均匀的地方，补一下。好，指尖后缘 ，OK。刷完一层之后，我们拿去照灯。色胶的照灯时间是30秒。大拇指这几个彩绘要画绵绵羊的几根指甲，我们可以刷2层。有毛质或者是气泡，一定要给它刷下来。进灯之前要检查一下啊，进灯之前要检查一下。好，照灯。其他的4根指头有款式的，只要是要画咩咩羊或者是要上色、要上水彩的彩绘的主甲，一共有3颗。这一副版的话是大拇指、中指和无名指，上面是主甲。所以说这2颗我要刷2层，颜色刷2层，然后另外的2颗像这个食指和小指是一个副甲，副甲的话我们是用水彩浅浅的做了一点晕染，晕染之上呢又加了一点点小饰品的装饰，所以说那2颗我们刷1层就够了啊。好，好，刷完了之后，拿去照灯。接下来我们准备好彩绘胶 S08，拉线笔准备好，彩绘胶，按照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去定点，图上的那个去定点，甲片中段位置，好，看一下中段位置，好，分成3份。那分成了3份，上中下3份。好，然后看一下侧面，距离侧面有一点点缝隙的位置。好，这里距离侧边有一点点缝隙的位置。好，这里好，这个4个边我们已经定好了，长方形的一个框框大概已经出来了。然后
在上面画一个小 C 弧，哎，下方画一个小 C 弧，好，这边画一个小 C 弧。这边画一个小 C 弧，你不用对称啊，不用对称。好，其实这一步我们可以不用线条去操作，我们用万能笔会操作的更快速一些，直接用万能笔就能操作了。拉线条只是为了让你们跟我们刚刚的那个构图对上，让你们在甲片上再去找一下定点和构图。好，用万能笔好画一个 C 弧，哎。万能笔压笔画一个 C 弧，这边压笔画一个 C 弧，好，这边C 弧 OK，然后在两个中间相接的地方，好，接上一个 C 弧，那接上一个 C 弧，这里可以接两个。好，然后就是这样把它的边缘给它画出来。这里的可以再大一点。好，这样子一个椭圆形的云朵儿。看一下，刚刚感觉这边有点缺，我把这边再画出去一点。好，C 弧再画出去一点。好，看起来这里就没有缺一块了。好，边边上画完了之后，我们把中间填上颜色。直接就用万能笔啊，尽量的去给它涂匀，能够盖住底色即可。这个是罐装凝胶，它不只是可以拿来做彩绘，也可以做极致单色、刷纯色，所以说它是可以就是大面积涂刷的啊，不用担心。有毛毛一定要给它挑出来，你不用刷的，就是说非常的均匀，一定要很均匀、很均匀，不用，只要中间不露底色就可以了。好，中间不露底色就可以了。好，拿去照灯。这个的照灯时间的话，去按一个120秒啊，按120秒来照。然后其他的画咩咩羊的中指，我们可以去给它画一个咩咩羊，好吧？中指画一个咩咩羊，还是那样子去定点。甲片分3份，上中下，好3份，边边上，好留一点位置的位置，好留一点位置。OK， 好，中间这里去画咩咩羊的脑袋，就这样 C 弧，看一下，好，色块填充一下。你看我填充，我都是斜向的去拉，斜向的去拉。做图形填色的时候，斜向拉，我觉得更方便一点。好，然后去补一些，小 C 弧。好，边边上刷了刷了，轻轻的用笔尖扫一下，刷一下胶啊，不是刮胶，不要立笔压笔尖，那是刮胶。扫胶的话，笔放平，轻轻的去带过。好，这边，OK，这边的边缘也画好了，刷带一下。好，差不多，小绵羊的脑壳就出来啦。然后这个的话，我们去画一个法式。好，前面画一个法式 C 弧拉上去，反过来指尖，好对准。OK，然后去把尖尖描上去。好，尖尖描上去。OK，往下拉，边缘颜色填充好。
尖尖轻轻的勾带上去。这里不好操作的话，建议大家拿拉线笔来勾啊。如果大家不好操作，这里可以拿拉线笔来勾。先把颜色填充好吧。颜色先刷均匀。好，中间就压笔去刷，面积大一点。到了边缘这里就轻轻的用笔尖去拉，顺笔描糊一下。好，涂露底色，找跟指尖的位置，好，包边的位置。指尖的这个毛刺一定在打磨甲片的时候要处理干净啊，不然你们包边会包得很难看。好，去照灯，照完灯之后，我们一起去刷这个水彩磨砂封层啊。因为接下来所使用到的全部都是水彩，所以说这里我们用的是水彩磨砂。水彩磨砂封层只去刷局部啊，先给它放上去。好像这个我们就把绵绵羊脑袋的部分，脑袋的部分给它刷一下就可以了。这个的话我们就整甲去刷一层，因为这个要做晕染。好，这个的话我们也只刷绵绵羊脑袋部分。不用整个甲面涂满，或者是要包边什么的，千万不用包边啊，只刷局部也是 OK 的。或者你就把甲面上刷一刷也是 OK 的。好，这里水彩打底磨砂，这个要全涂。这个只是不刷到后缘去。后缘有带过了一下，但是呢，轻轻的带过。主要是你要上水彩的白色胶部分啊，你要做晕染的地方一定要全部给它刷到位。OK， 照灯。照灯时间的话，我们去按一个120秒，和那个彩绘胶是一样的啊，和彩绘胶都是120秒。好，这里已经照完灯了，然后我们现在先选一个肤色。选一个肤色，加一点点水，不用加也行。取完色之后，洗笔控水捋毛，然后笔尖取色。好，取完色之后，在它的这个脸蛋中间的位置去铺一个色块。对，因为只要你的笔腹上面取的颜色够多，你就能够铺很远，到售后收尾的时候，左右画 C 弧。好，脸蛋子给它画出来，你不用去看这个脸蛋子它的周围啊，不用去看它的周围形状圆不圆润啊这些啊，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好，看一下 ，OK， 一个椭圆形，不用看它的形态、轮廓、边线干不干净，因为等一下我们都会遮掉的。这部分画完了之后，我们要去画它的毛毛部分。我这里要说一下啊。你正常的去取这个纸上面不像甲片上面要控水，甲片上操作的时候你们就按照我正常说的一个控水方式来啊。纸上面的话我们不用到纸巾上控水，因为纸吸水特快。它中间脸蛋部分的这个圆儿啊，你直接侧推，好像做渐变一样侧推，但是我们取色又不是按照渐变那样来取的，对不对？好，这样。看拉到后面它还是会有颜色，正常我们渐变感的话是笔尖，这里的话虽然是用侧推的方式去画的，但是我们不是取的一个渐变，不是取在笔尖的。这里为什么这样子去侧推？因为是大面积铺色的时候用侧锋，对不对？讲基础课的时候笔法那个有讲过。在基础课第1节课用笔正锋侧锋，向大面积铺色侧锋。好，这就是它的一个脸蛋儿就画好了，你都不用把边缘做得很干净很圆润，都是会遮掉的。然后接下来它的脸蛋上面的毛毛铺色的地方，那
铺色的地方的话，我们渐变手法，你这样子去铺，好，这样子扫扫扫扫，但是你会发现边边上呢，它会容易出这种颜色交接线，这里会过渡不干净，对不对？在我们画这个咩咩羊，因为它的周围的毛毛是一个圆儿形的，所以说我们在它的身上铺色的时候，就不要这样子去铺，就不要这样横扫去铺，我们就。往中间，好，往中间，往中间，往中间，好，因为纸上吸水太快，沾一点水，好，两侧往中间，好，两侧往中间扫。那你看，把两边这样给它过渡下，所有的颜色往中段位置这样子去扫进去，那出来的地方是不是就成了一个圆形啊？一个 C 弧圆形，最深的地方在这儿，其他的颜色往两边就过渡开了。对，画咩咩羊的时候渐变就是用的这样子一个手法。接下来把颜色取一下，咩咩羊红黄蓝，黄颜色的话，这里柠檬黄，找一个空的地方，没有洗调色盘哦，黄红，找一个空地方，蓝，这个蓝，湖蓝，放在这儿吧。好，颜色我都没有取很多啊。然后在甲片上操作，我们要洗笔控水。好，控水捋毛。笔尖尖取色，左上角位置随便定。好，侧推，侧推，哎，两侧往中间推，哎，好。来，你们看，两侧的颜色是不是就变浅了？那这里再来一个蓝颜色吧，蓝颜色安排在它的旁边。然后蓝颜色和黄颜色交汇就会变成绿色。好，推，往外推，我越往外推颜色越浅，最终的颜色又被我们推回去了。好，蓝颜色、红颜色放上面。那洗笔控水，你们的颜色都可以再取少量一点。我感觉我的颜色取的略微的有一点多，然后这里的话，边边上形成的水圈不要紧啊，这个不用管它。过渡一下。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加一下的。蓝颜色加一点红颜色，变成一个紫色。好，这个角落里面我们给它上一点紫色。黄颜色。笔尖我这次又是朝着脸蛋儿的方向去了。给它混进去，变成一个五彩斑斓的小绵羊。可以加一点红颜色和这个明黄色、柠檬黄，会变成橘色。就这样给它加一点在中间，侧推扫。紫色嘛，可以再来一点儿。好，接下来我们再取白色，放到调色盘，然后它放上来之后是有点干巴的，对不对？笔尖上沾一点水。OK，打湿。
再来一点儿笔尖上沾一点点，好，沾一点点水打湿，因为笔毛会吸水的，你笔尖上沾了它会吸上去，你不用就是整个笔按进去，那样水太多了。好，打湿了之后，将白色全部给它铺到里面，那全部用白色盖一层。好，这个白色的浓度控制在一个豆浆的浓度，颜色会被它遮盖住一点点，但是呢又不会说完全遮盖，它还是会露一点出来的啊。好，它这样子更有那种朦胧感。好，铺上去了之后，等它干一下子，我们给它加这个眼睛。眼睛的话用棕红色，棕红色取出来。好，加一点点黑色，加一点点黑棕，这里是黑棕。好，加一点点黑棕。好，放进去。OK，取浓一点啊，浓一点。刚刚我们说的十字架，好，你心里目测一下，这里有个十字架，那中心点在这儿，中心点在这儿，一半的位置在这儿。好，在这个位置点个小豆子，小一点啊。好，中心点在这儿，一半的位置在这儿。好，点个小豆子。好，点个小豆子，小豆子点了点鼻子，取一点红色，一点点红色，太多了我感觉，再取一点毛尖，一丢丢，哎，好，然后在中线中间，十字架中线下方一点点，轻轻的点一下，点一个横着的小点点儿，就点这一下就好了啊。好，小巧一点，好，小巧一点，就是很呆萌的那种可爱感。然后你给它画上一个小腮红，笔尖取一点红色，渐变手法来了。眼睛下方这里侧推，推一个小圆儿，哎，这里就是一个小腮红。笔尖取一点点颜色，这里侧推，画一个圆儿，椭圆啊，就是一个小腮红。然后这步完了之后，我们用刚刚画眼睛的那个颜色，可以再加一点红色进去，就刚刚画眼睛的这个棕红。我们可以再加一点点红色调一调。好，然后用这个颜色在它的轮廓周围，对，画一点这种毛绒线条。这个是为了等一下等一下后面用微雕胶去操作的时候，更加的有轮廓感一些。那轻轻的勾一圈小毛，再往里面。好，等它干。等它干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给它封层，底胶封层。好，底胶封层，底胶薄涂一层，水彩已经干了，现在。捞小边边，盖小边边。好，照灯，底胶照灯30秒。底胶完了之后，上磨砂封层，为了不影响下层颜色的一个饱和度，就不要让下层颜色灰蒙蒙的。这里的话，我用的是这种颗粒细一点、胶质没有那么浑浊的这种魔镜粉专用隔粉磨砂封层。
好，真假全涂。如果说我们直接用刚刚水彩打底的那个磨砂封层封底的话，那种只适合纯色啊。那种封出来也是可以作为最后一层磨砂，但是如果说我们下面是画的彩绘的话，用那个水彩磨砂封层做最后的收尾，它会将下面的彩绘颜色暗几个度，就看起来灰蒙蒙的感觉，蒙了一层那种雾在上面。薄涂不要刷太厚。反复多刷几次，把那个毛毛给它刷出来，刷出来的毛毛在棉片上面擦一擦啊，因为甲片上有时候会沾上毛毛，刷出来的毛毛，刷子在甲片上、棉片上擦干净，然后拿去照灯，照灯时间的话是60秒到120秒。磨砂封层照完灯之后，我们拿出白色的微雕胶，拉线笔取白色的微雕胶，在它的周围去画上小毛毛，好，跟着它的边缘轮